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圆圆脸逆转瓜子脸，15年的坎坷成名史，太励志了。30岁演高中生还不出戏，谭松韵算一位吧。谭松韵演了15年的戏，直到快奔3了，才因为装嫩爆红，结果还没享受到成名福利，妈妈就意外离世，给了她当头一棒。她的人生还真是既励志又心酸呢。1990年，谭松韵出生于四川泸州，从小脸救援的她，没少遭到叔叔阿姨的关爱，出一趟门肯定是红着脸甚至肿着脸回来的。没办法，谁叫大家都想捏她呢？由于家庭条件还算可以，谭松韵培养了不少兴趣爱好，尤其是跳舞，喜欢得不得了。11岁那年，谭松韵进到四川省舞蹈学院，系统的学习民间舞。本来的发展路线是跟着杨丽萍去的，但小年纪的她心思极为活跃，开始对表演产生极大兴趣。因为她换了个新的偶像，那个大眼睛的赵薇。于是2005年，谭松韵对父母说：“我想去演戏。”作为父母掌心里的宝，谭松韵从小到大的所有愿望都帮她实现了。因此，当给他们听到谭松韵的又一个目标后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立即填资料、拍照片，寄给当地的剧团，满足谭松韵成为演员的梦想。其实，父母是不抱希望的。谭松韵长得很可爱，却不是漂亮的那种。最重要的是，与荧幕上流行的瓜子脸不同，谭松韵是一个圆脸，普通人当然没问题，但做演员就不行。父母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但为了不打击谭松韵的自信心，他们不仅没有泼凉水，反而用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。每个孩子都希望遇到这样的父母，鼓励型的父母要比打击型的父母好太多了。谭松韵一直都很庆幸生在这个幸福的家庭。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预料。谭松韵父母接到了电话通知，说你家谭松韵被选上了。就这样，15岁的谭松韵出道了。她在电视剧《好好过日子》里客串了一个出场只有几分钟的戏，戏份虽然少得可怜，但谭松韵的表现还是让导演赞叹有加，说她长得很可爱，演得很自然。这是谭松韵第一次触电，有些紧张，却很满足。演完这场戏后，当时的她就下了一个决定，不学舞蹈了，改学表演。父母对她的决定再一次的肯定了。因为很喜欢赵薇，在挑选学校时，谭松韵的眼里只有北电。这就是名人效应吧。只是由于是突然决定转型，谭松韵准备的不是很充分，第一次的北电之旅名落孙山了。这对他打击非常大，开始陷入了自我怀疑，甚至认为导演之所以夸他演得好，只是一句客套话而已。眼见女儿伤心难过，不断否定自己，妈妈又是鼓励又是安慰，对女儿说没什么大不了，复读1年肯定能过。艺术生的学费很高，谭松韵即使年龄不大，也知道家里的经济压力肯定不小，可父母一句反对和难听的话都没有，这让她化压力为动力，啥都不想，专心备考。2007年，谭松韵如愿考上北电，成为偶像的小师妹。很多年后，谭松韵在节目上说：“只要是我要的，父母砸锅卖铁也会满足我，从小就是这样的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她就忍不住掉泪了。父母恩情深似海，她深有体会。为了回报父母的付出，谭松韵在学校里格外努力，抓住许多机会参与影视剧演出。头几年，她陆陆续续的以配角的身份演了很多戏，但一点水花都没有。很多人都跟她说：“你这圆脸太吃亏了，现在都要瓜子脸的。”还有人劝她趁早转行还来得及。
谭松韵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也很不服气。即便不能演正剧大女主，青春校园剧难道也不行？那时候校园剧还挺火的，可惜她没有背景，不能想演什么就演什么，只能等待命运的垂青。拍了5.12问川、不相信眼泪、我的燃情岁月、幸福攻略等毫无水花的剧之后，谭松韵迎来了一个重量级的角色——纯贵人。纯贵人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配角，没过多久就领盒饭了。之所以说它是重量级，是因为这部戏是《甄嬛传》。10年过去了，《甄嬛传》依然是清装戏里百看不厌的经典。里面有几句台词的演员，在剧播出之后都不同程度地火了。谭松韵依靠不经世事、可爱呆萌的纯贵人，吸引了不少关注度。这年，谭松韵20岁了，饰演起14岁的纯贵人，却完全不在话下，没有让人感到年龄上的不适。谭松韵不会知道，几年之后，她会靠着装嫩走红。《甄嬛传》之后，谭松韵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配角生涯，但与之前不同的是，她再也不是籍籍无名的小演员，即便是小配角，也都是和明星大腕合作的。比如与高圆圆、赵又廷合作的《搜索》，与宋丹丹、李小璐合作的《金太郎的幸福生活》，与刘德华、林志玲合作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与郭富城、孙红雷合作的《全民目击》等，甭管口碑好与坏，都是叫得出的作品。虽然说这些作品没能给他带来多少知名度，但曝光度的提升，还是让他收获了更多的演戏机会。最重要的是，戏份增加了。2015年，谭松韵拍了一部《旋风少女》，她在其中饰演古灵精怪的范晓莹。由于人设讨喜，深得观众喜爱，于是在第2季里，她的戏份翻了几番，说她是女主角都不过分。也正是从这部剧里，谭松韵找到了自己的戏路。之后的好几部大爆剧里，她都是饰演高中生，同时开启了装嫩霸屏的演艺之路。2016年，网剧《最好的我们》播出，这部讲述2个高中生相聚又分离的青春故事，被网友评为中国最好看的校园剧，甚至没有之一。谭松韵和刘昊然这对耿耿于怀 CP， 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白月光。不少人希望他们在现实里也真金白银地谈一场恋爱，弥补剧里相互错过的遗憾。可惜，耿耿于怀注定耿耿于怀，他们没有在一起，连绯闻都懒得炒。谭松韵爆红这年已经26岁，她的 CP 刘昊然才19岁而已，但他们完全没有视觉上差距，这就是娃娃脸的好处啊！有了观众基础后，谭松韵开始发力，陆续拍摄了《狐狸的夏天》《浪花一朵朵》等青春偶像剧，她的圆圆脸为她增色不少。谭松韵是不是目前所有演主角的女演员里唯一一个圆圆脸的？而且还是一张娃娃脸，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。只可惜，在谭松韵的事业蒸蒸日上时，妈妈出车祸去世了。2018年12月31号，当其他人热热闹闹地准备跨年时，谁也不知道谭松韵的心情是怎样沉重的。她发完跨年祝福的博文几个小时后，就接到电话说妈妈遇到车祸的消息，而且肇事者还逃逸了。谭松韵顾不得工作和庆祝，第一时间跑到医院，在妈妈的病床面前苦苦祈祷说：“妈妈，只要你能醒来，我愿意拿一切去换。”只是奇迹没能发生。20多天后，谭松韵的妈妈永远地离开了她。谭松韵特别后悔。进入娱乐圈后，她忙于拍戏，跟父母聚少离多。她总以为时间还很多，以为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那时的她只顾得上拼事业，把亲情放在了最末面。可惜，意外比明天先来了一步。整整半年时间，谭松韵没有接工作，把自己锁在与妈妈的回忆里，深深怀念着。
在这痛苦缅怀的半年时间里，还有人恶意造谣，说她在妈妈住院期间与欧豪亲密吃饭，疑似约会，是个不孝女。结果照片是之前拍的，当时谭松韵和欧豪正在拍摄《民初奇人传》，一起吃个饭有啥问题呢？发布者故意在这期间放出来，别有用心地往谭松韵身上泼脏水，也不知道他和谭松韵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。在他最痛苦的时间里，还掀开伤口撒盐，太坏了。谭松韵自妈妈去世后，第一次露面是在《向往的生活》里，黄磊给她做了几道她最爱吃的菜，何炅对她宽心安慰，使得谭松韵的心情有阴转晴。在节目里，谭松韵说：“我希望能够梦见妈妈，把话说出来，心情才会好一点。”带着对妈妈的思念，谭松韵复工了。2019年《锦衣之下》，2020年以家人之名连续2个大爆款，让她坐稳了一线小花的位置。这时的她已经30岁。说起来，谭松韵这几年最被人诟病的，除了强行装嫩之外，就是表演单一了。先说装嫩，不管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，谭松韵扮演的角色设定都是17、18岁的年纪，远远超过了谭松韵本身的岁数。而且剧里的男主角个个都比她小，明明戏外比他们还大，在戏里却要比他们还小。谭松韵因此获得了年下男承包者的雅号。再说表演单一，这是一句很重的话，直接否定她的表演方式。说实话，谭松韵有点冤枉，她演的很多17、18岁的角色，设定大多都是活泼可爱、乐观向上的类型，本来就没有多少发挥空间，换其他人来演也是那个味道。人物设定限制了表演方式。之所以说谭松韵风格单一，主要是因为她相同类型的角色演得太多了，并不是说她演得不好。也许是看到大家的批评，谭松韵开始转变戏路，接了个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的角色。最新播出的《锦心似玉》中，谭松韵饰演罗11娘，年龄跨度从20岁到30岁，性格从活泼可爱到温婉贤淑，让她一下收着性格演，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。男主角也不再是小鲜肉，而是大她16岁的钟汉良。这下大家又开始吐槽钟汉良的年纪了。说实话，大家的吐槽不无道理，为什么不找合适的演员来演合适的角色呢？非要挑战自己，来跟观众过不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谭松韵的脸蛋完全撑得起高中生的设定，大家是因为知道她的年纪才有的抵触心理。单纯看剧，其实并没有什么违和感。不然谭松韵早就失去高中生的市场了。事业如此成功的谭松韵，却好久都没有新恋情了。前些天，狗子放出3000万粉丝的明星大瓜的新闻，有不少明星都牵涉其中，谭松韵也不幸中招了。一大早就有人说她隐婚又离婚，引起一片争议。结果瓜还没彻底炒熟呢，谭松韵就亲自下场辟谣了，写了个大大的假字，还顺带宣传了一波新剧。不过有不少粉丝却希望这条假新闻是真的，他们太希望有个男人能够照顾谭松韵，在她失去亲情后有爱情陪伴，夜深了不至于孤单。